财务自由的关键不是努力工作，而是掌握2个东西：杠杆和所有权。这句话是来自一本改变我财富观念的书《纳瓦尔宝典》。纳瓦尔是矽谷知名的投资人，曾经早期投资过 Twitter、Uber、Notion 等等的知名公司。他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You are not going to get rich renting out your time。靠出卖时间，你永远不会致富。他认为真正的财富来自拥有权与杠杆，而 AI 就是这个时代普通人能运用的最好的杠杆。亿万富翁 Mark Cuban 说过 If I was 16, 18, 20, 21 starting today, I would spend every waking minute learning about AI. Even if I'm sleeping, I'm listening to podcasts talking about AI, trying everything. Because my whole Instagram and TikTok feeds are now AI hacks. It's one thing to have a business and how you integrate AI, that's one thing. But if you're just getting started, as you learn these things, it's so much easier to start. Now you have a mentor, whether you use Perplexity, Anthropic, Claude, ChatGPT, Gemini, it doesn't matter. You have experts, and you might say, well, those hallucinate. Let me just tell you, your mentors and experts don't always get it right either. So you've got these experts who can answer questions and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you don't know. You've got these tools that'll just spider everything, that'll do your emails, that'll do sales calls for you. Are you kidding me? 今天这支影片我想分享5个普通人用 AI 去赚钱的方法。这5个方法里面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实行过的，真的能够为我带来收入的，我才推荐给大家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连自己都没有实践过的话，我是没有资格去跟大家说这个方法是可以赚钱的。在历史上，每一次大的技术革命都会创造新的财富分配机会，但通常这些机会都会被少数人掌握。但 AI 时代不同，它具有3个特点。第一点是它门槛极低，不需要编程的知识，只需要你会描述你想要的结果。第二个特点是成本接近于0，大部分 AI 工具都有免费版本或者是非常低成本的方案。第3个特点是效率提升非常的巨大，能够10倍、100倍的提高个人的产出效率。举个例子啊，我们做电商，在之前我们可能需要去招聘专业的摄像师，还有平面设计师去帮我们拍摄非常精美的产品的图片，而现在呢，只需要 AI 工具，我们就可以把一张简单的白底的产品的图片变成非常专业、非常精美的可以投放广告的素材。而且以前一个平面设计师他可能需要学习 Adobe 的软件才能做出非常专业的作品，但是现在呢，任何人只需要会描述你想要的效果，就能用 ChatGPT 去生成非常专业的图像。 AI 给了我们这个能力，即使是一个人也可以达到以前需要一个团队才能实现的产出频率。 AI 不会替代创意人和内容创作者，它替代的是那些不会使用 AI 的创意人和内容创作者。在未来的市场中，单纯比拼人力已经毫无优势，一个懂得利用 AI 的个体可以轻松的超越一个不懂得用 AI 的小团体。这就是为什么说 AI 是这个时代普通人能够获取的最强大的杠杆，因为它让你不需要大量的资本，甚至不需要雇佣团队就能实现生产力的跃迁。那普通人究竟可以如何利用 AI 这个这么强大的杠杆去产生收入呢？最近很多人问我，现在关税这么凶，是不是就不适合做电商了？我觉得是也不是，毕竟美国也不是所有的市场，电商卖货也不仅限于实体产品。比如说这个虚拟产品在 Etsy 上面已经卖出了超过38000美元的销量，而且仅仅是这个产品哦，不是整个店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产品如果只是选 Digital File 的话，一个人物或者宠物的价格是18.95美元，人物越多价格还会越贵。那么如果我们选3个人，价格就来到了37.95美元。这仅仅是一个电子文件，而且一个人物跟3个人物操作的时间是一样的。大家可能大概知道用 ChatGPT 的生图功能已经可以很简单的就把照片改成 Pixar 风格的图。那么作为演示呢，我先用 AI 生成了一张母女的合照，然后在 ChatGPT 里我说 Turn it to Pixar style， 这里中英文都可以。那这个时候重点来了，就是我们可以如何的差异化我们的产品。这一个18.95美元的产品仅仅是把照片变成了 Pixar 风格，那如果我们可以再加入一个选项，让顾客可以买到 Pixar 风格的图片之外，还能把这个 Pixar 风格的图变成影片，就很适合放在家里的电子相册中展示，那是不是就差异化了我们的产品跟对手的产品了呢？那么把这个生成的 Pixar 图做成动态的影片其实也很简单，这边我们会用到一个工具叫 Domo AI。 那首先我们打开 Domo AI 的网站，然后在左手边这边找到 AI 影片，点进去之后，我们上传刚刚我们用 ChatGPT 做的 Pixar 风格的图片，然后在提示词这边，我们可以提前生成一段描述这个图的提示词，这里用中英文都可以，可以帮助 AI 更准确的生成最终的影片。那么这边我上传了一段简单的提示词，主要的内容是这个女儿亲一下她的母亲，然后描述了一下女儿的外形、发型。因为我录制影片的这2天正好是母亲节啊，所以我就想生成一个是可以用于母亲节送礼的一个影片。
输入完提示词之后呢，我们可以在下面选模型，然后是影片的长宽比。因为我这里是用于手机的展示的，所以我这边选长宽比是9:16。然后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休闲模式，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开启之后呢，就不会消耗你的积分，但是呢，用休闲模式它的生成影片的时间就会比较久。所以如果你是不在意这个时间的话，那我建议你用休闲模式，就不会消耗你的积分，你可以多试几遍，多玩几遍。那如果你比较赶时间的话，那你可以不选这个休闲模式，那生成的速度就会快一点。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生成的这个影片效果怎么样。如果你想生成这个动画时间久一点的话，可以生成10秒，但因为我刚刚用的是休闲模式，所以它最多只能生成5秒。那如果你是要把它做成产品的话，那我建议大家可以生成10秒钟，就会看起来更加的连贯。所以如果我们最后的产品是包含 Pixar 风格的这个图片，再加上如果我们提供多一个选项，用户可以加钱把这个 Pixar 图片变成一个影片的话，那我们就比 Etsy 上面其他的竞争对手多出了一点差异化的优势。那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个 idea 呢？是因为我想到我其实有很多跟我家人的合照，但是他们有一些人不在我身边，在别的国家，所以我就可以比如说母亲节的时候用我们之前的合照去生成一个动态的画面，去给他们一个惊喜。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是非常适合放上 Etsy 上面做一个虚拟产品的销售。那么工具的连结我会放到影片的下方，同时也感谢多摩 AI 赞助本期影片。在纳瓦尔宝典书中提到了有3种主要的杠杆形式。第一种是劳动力杠杆，也就是说雇人帮你去完成工作，但这通常需要你具备领导能力和管理能力。第二种杠杆呢是资本杠杆，用钱去生钱，例如投资股票、房地产或者是创业公司，但这个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门槛太高，因为你需要有一定的资金。第3个杠杆是代码与媒体杠杆，这是最平民的杠杆，比如说写代码、拍影片、写书等等，你不需要雇人，也不需要很多资本，只需要你愿意花时间去创作这些内容。而 AI 的出现就大大降低了代码跟媒体杠杆的门槛，它让普通人也可以很快速的去上手进行内容创作。我非常喜欢的一个 YouTuber Vanessa， 她曾经在所有的社交媒体都停更了1年，但是只有 YouTube 在她停更的这1年里依然持续的产生被动收入。那如果你的目标是通过影片内容去赚钱的话，那选对频道的定位就很关键，因为平台的广告收益是高度依赖于你的频道的定位的，不同类型的内容收益差距是非常大的。那么讲哪些题材能获取比较高的广告费呢？比如说讲这些题材就能获取比较高的广告收益。这些领域的广告主之所以愿意砸钱，是因为他们的客户终身价值很高，也就意味着创作者可以分享到更高的收益。比如说我有2个很喜欢的 YouTube 博主，第一个是讲生产力的，还有一个是讲财经类的。尽管这个讲生产力的博主他的订阅数是比这个讲财经类的博主的订阅数要高，但是这个讲生产力的博主获得的广告收入可能没有比这个讲财经的广告收入多，就是因为讲财经类的这些广告主他舍得砸更多的钱去获取这些用户，因为这些用户在之后会带来更高的回报。所以如果你的目标是要用这个 YouTube 频道去赚钱的话，那你就讲那些高客单价的产品或者是服务。大家应该都听过小米的创始人雷军的一句名言他说在风口上猪也能飞起来。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当资本进场的时候，整个产业的估值都会被抬升，而现在 AI 就是最大的风口。你不需要成为一个 AI 创业公司的 CEO， 你仍然可以成为流量和资金流动的一部分，因为这些钱都投到了 AI 公司上面，而这些 AI 公司拿到了风险投资人的钱之后呢，他们就需要快点的去做产品，然后产品要快速的去获得用户，才能获取下一波的钱。那他们拿到了这些风投的钱，就需要投入大量的营销费用，所以做 AI 相关的内容就是一种最适合普通人参与到这个 AI 资本盛宴当中的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在之前的一支讲 AI 在日常生活中用法的影片里，相信很多观众都是第一次看到我不戴墨镜的去录制影片，然后底下呢有很多观众关心我说我的眼睛很凸，建议我去查一下。是的，我就是有甲亢，所以我之前录制影片一直都是戴墨镜去录制的，就是怕吓到大家。但是我觉得因为之后还是有很多影片需要在我录制我日常生活或者在我家里录制的，所以我之后就打算用我的虚拟化身去录制影片，那么大家就不会看到这个凸眼的我，可以用一个比较可爱，或者是我可以用一个美女去录制旁白或者是讲解视频，那么大家对这个形象不知道喜不喜欢。开玩笑了，我之后没有要用美女的虚拟人去录影片呢。我想表达的是，如果你不想露脸的话，其实也能做影片，重要的是表达你的思想。
那么如果你也想做不露脸的 YouTube 影片的话，我们可以通过 Domo AI 里面2个功能去实现。第一个功能是我们打开 Domo AI 的网站首页之后，在左边找到 AI 影片，然后我们选影片转影片。那么在这里我们提前录制好一段真人讲话的影片，然后我们这边上传。同样的，像刚刚图片转影片一样，在这边我们需要输入提示词，让 AI 更好的理解我们想生成影片的最后效果。所以在这边我就简单的写了一句提示词，主持人正在对着镜头讲话，手里拿着麦克风，戴着太阳眼镜。然后在模型这一边，我们可以选不同的风格，你可以选日本动漫，也可以选 3D 卡通，它里面有好多的风格可以选。那么这里我选日本动画 V3 模型这个模型，然后下面我们可以选参考模式，是更偏向原来的那个视频呢，还是更偏向提示词。在这里我选更偏向原片。影片长度这里我选10秒钟，因为我刚刚那个上传的影片是10秒钟左右的长度。然后长宽比我选16:9，因为是用在 YouTube 上面的，所以是横屏的16:9。那高级设置这边我建议大家也选这个嘴型同步，这样输出的视频口部动作就可以更好的匹配原来的那个视频。主体抠像这边我没有选，因为我想它整个画面都变成动画。同样的，我这边选休闲模式，这样就不会消耗我的积分。然后无水印，点击生成。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最后生成的效果是怎么样子的。这个是原片，然后生成的效果，我的虚拟化身去录制影片。那如果你想更省时间，那我们可以用数位化身这个功能。我们在影片转影片的旁边可以找到数位化身，然后我们上传一张美女的图片，在这里你可以替换成任何你想用来代表你的虚拟形象。那么在这边我就用了一个白人美女的这个形象，然后下面我们可以上传我们提前录好的录音。同样的，这里你也可以不用自己去录制，你也可以选择直接用文字转语音的功能。那么在这边我是自己录了一小段的口播。那么上传完音频之后呢，我们可以选影片的长度，具体根据你上传音频的那个长度。因为我上传的音频时间长度在5秒左右，所以我在这边就选5秒，然后点击生成，我们看一下生成的效果。美女去录制旁白。那如果你想做短影音，但是同样不想露脸的话，像这个 Instagram 的账号，仅仅是每天分享一句斯多葛学派哲学家的名言，搭配图像和字幕，就吸引了超过60万的订阅关注。没有真人出镜，也没有复杂的剪辑，我自己只用了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制作出了一支同类型的短影片。 The whole future lies in uncertainty. Live immediately. 首先我先用 ChatGPT 生成了一张卡通风格的哲学家头像，然后再用 Domo AI 的图片转影片的功能，让这个卡通的哲学家开口讲话。接着我就用 Domo AI 的文字转语音功能，输入名人名言，生成这个旁白，最后在 CapCut 里面稍微加一个字幕和背景音乐，这样就制作完成了。这个产品我通过 AI 设计图像，然后用 POD 按需定制的模式在 Etsy 上销售。这个产品1个月就卖出了超过$3700的销售额，而整个设计和上架过程我只花了不到1个小时。这里如果有观众不了解什么是 POD 模式的话，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POD Print on Demand，也就是按需印刷，是一种零库存的商业模式。当顾客下单之后，系统会自动的将订单发送给印刷工厂，工厂完成印刷之后直接发货给顾客。整个过程卖家无需接触任何的实体产品，卖家只需要将设计好的图案上传到 POD 平台上面。我自己平常用的比较多的 POD 平台是 Printify， 链接我会放到影片的描述处理。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图案放到衣服啊、环保袋啊、杯子或者是抱枕等等各种各样的产品上面。如果你也想做 POD 模式的电商的话，我比较推荐的销售平台是 Etsy。 我在之前的一支影片里总结了10个 POD 平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右上角或者是影片描述栏里观看。那么我设计的这个图案用到了几个工具。在 ChatGPT 生图功能还没出现之前呢，我之前一直用的都是 Midjourney， 但是现在我觉得 ChatGPT 的生图已经是非常方便了，所以我比较推荐大家用 ChatGPT 去设计图案。因为 POD 平台印刷的话呢，它需要比较高清的图像，如果不够高清的话，就会非常影响最后印刷出来的整体效果。所以在生成完了满意的图案之后呢，我会再用 Domo AI 的放大功能，可以把模糊的图片甚至是影片都可以变得高清。首先我们可以通过 ChatGPT 先生成一个图案，比如说在这个例子里我生成了一个 African American 的卡通的圣诞老人形象。但是如果我们的图案是要来做 POD 的话，背景是必须要是透明的，所以在这边我就让它把背景转成透明的。因为做 POD 的话，我们需要这个图案非常高清，所以我们先把这个 ChatGPT 生成的图案保存下来。然后我们进到 Domo AI 的首页，在左边这里找到 AI 编辑，点进去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它可以放大我们的图像，也可以放大我们影片。那我们这边选择图像，然后上传我们刚刚用 ChatGPT 生成的图案。因为这个图案最好是越高清越好，所以我在这边就选 4K。 那么生成完之后，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这是放大前的效果，这是放大后的效果。
准备好高清的图案之后呢，就可以上传到 Printify 或者是其他的 POD 平台，最后就是同步产品到 Etsy、Shopify 等等的销售渠道。我建议大家最好是选一个细分市场去设计，比如说针对宠物爱好者，或者是针对健身爱好者，又或者是针对咖啡爱好者。假设你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做护士的话，那你在搜索关键词的时候，你肯定是会搜护士相关的礼物。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整个店铺都是围绕护士这个主题去设计相关的图案的话，那平台就比较有可能去推荐你的店铺，因为你的店铺是比较针对垂直的这个细分人群的，所以你在搜索引擎上或者是平台站内的搜索上面也会比较有优势。我有个好朋友呢，他原本是一个老师，最近辞掉了学校的工作，准备开自己的早教中心。他在教育方面真的是非常的专业，但你也知道，创业就不只是教课那么简单呢。像宣传啊、社群管理啊、行销设计，这些他以前从来都没碰过的东西，现在通通都得自己来搞。而且重点是，他是用自己的钱来创业的，当然是能省就省嘛。虽然现在很多 AI 工具都能帮你自动生成宣传单、社群贴文，甚至是网站，但问题是，虽然有这些工具，但本身也需要你会用，你会去操作。对他这种平常很少接触科技的人来说，其实是非常吃力的。所以我就建议他，不如请一个虚拟助理来帮助打理这些杂事。那什么是虚拟助理呢？简单来说，就是你请一个远端工作的人，帮你处理那些杂七杂八但是又很必要的任务。所以如果你自己已经熟练掌握了像 Canva、ChatGPT、Notion、CapCut 这些工具的话，其实你就可以把这套能力变成商品，打包起来放到像 Fiverr 或者是 Upwork 这种平台上面接案。虚拟助理可以帮助像我朋友这种中小企业的老板处理很多琐事，比如说管理社交媒体账号、设计宣传素材、做电子邮件行销、更新网站内容等等这种杂七杂八的琐事。这样一来，我朋友就可以把时间放在他自己真正比较擅长的业务上面去。这些繁琐的工作可以一次性打包成月租制的服务，比如说初期设定收一笔费用，一次帮你搞定一整套模板，然后每个月再收取服务费做更新和优化。我自己在做电商的时候，有很多繁琐又重复的工作，我都是外包给我的虚拟助手去处理的。而因为我的市场主要是在美国啊，所以我找的虚拟助理呢，他是讲英文的，比较方便的去跟客户沟通。这里顺便推荐一下，如果你要找讲英文又认真负责的虚拟助手，我自己最推荐的是菲律宾的虚拟助理，因为他们英文好，价格又合理，而且他们态度又超级好。我自己主要是通过 Upwork 和 Fiverr 这两个平台去找到我的虚拟助理的。如果你也想要试试看，不管是找人帮你，还是把自己的技能变成商品去出售的话，我会把我之前用过的这些平台放到影片的描述栏里。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这个女生，她是目前世界上收入最高的女播客主持人。Alex Cooper 是 Call Her Daddy 播客的主持人，她跟 Spotify 签了价值超过6000万美元的独家合约，让她成为这个世界上收入最高的女播客主持人。那全世界播客这么多，为什么她那么成功呢？她掌握了3个关键的要素。首先，她找到了一个没有太多人愿意谈论，但是有很多人其实很想听的话题，那就是良性关系。第二点，她有自己的独特风格。第三点是她每个星期都会稳定的更新，让她跟观众建立了强烈的情感连接。现在 AI 已经大大降低了制作播客的门槛。我给大家播放一段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播客，他们完全没有用昂贵的录音设备、专业的剪辑软件。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要来深入看看这些策略，看看 AI 到底怎么强化你的技能。好啊，那我们就从创意跟内容产出这一块。好了，其实这是我用 Notebook LM 工具花了几分钟就制作出来的播客，听起来是不是超真？不管你是原来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其实都可以通过 AI 去放大你的技能。比如说，假设你是一个英语老师，你就可以用你的专业知识去制作一个关于语言学习的播客。你甚至不需要自己录音，你只需要规划好内容。一旦你积累了一定量的观众，变现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说，如果你的播客是放在 Spotify 上面的，一旦你达到一定的收听量，你就可以加入 Spotify 的广告计划，每1000次播放就能获得收入。随着你的观众群增长，也会有品牌会愿意支付费用来接触你的受众。其他变现方法也包括推出会员专属的内容，又或者是课程等等。你可能会问，如果 AI 这么强大，它难道不会抢走我们的工作吗？这个担忧我理解，但历史告诉我们，新技术确实会消灭一些工作，但同时也会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关键是我们要成为那个懂得用 AI 工具去提高我们生产力的人。记住， AI 不是取代你，而是解放你。如果你喜欢本期影片的内容，又或者是你想看更多关于怎么用 AI 去赚钱的内容，在之后我会分享更多有趣、好玩、能提高我们工作效率或者是日常生活质量的 AI 工具，或者是好玩的玩法。点赞这个影片，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我是 Braden 布莱登，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